臭毛又要来整活了。要是吃跟玩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啥呀？行，这是你自己说的啊。那我带你出去多玩几天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的说是好啦。感觉八条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出差了，这回要带八条去上海参加大布会，行程是早就定好的，不能更改。但是汤圆不是快生了吗？我跟小智呢又不放心，所以我们就提前联系好了医生，让小助理24小时轮流值班陪着他。我们还把做繁育的好朋友从长沙请过来了，万一他在我们出差的期间生了宝宝，有那么多专业的人照顾的也更安全。去上海要开10几个小时的车，不过对八条来说已经是洒洒水了。这一路上他是该吃吃该睡睡，到酒店以后呢，他也完全不需要适应。这大概就是养个社牛猫的好处了。走吧，大家如果也打算来上海参加大博会的话，在现场只要看到品牌方的展位上有我跟小智还有八条的立牌，就可以找到那个品牌方的工作人员对暗号，八条少一条。今天带八条出来看美人鱼了。哦，八条，今天带你出去玩啊？好的。只要出门，八条就贼高兴，这一路他都盯着窗外看。到商场以后，先坐电梯，顶楼有一个宠物公园，看能不能带八条交到新朋友。刚到地方，八条就开始巡视起来了。他这尾巴翘得老高了，感觉全世界都是他家。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一只小腊肠，不过它跟八条的体型悬殊太大了，所以有点紧张。这个小腊肠真是太可爱了，主要是它让人感觉又短又长的，而且我发现它那个腿啊，还没有嘴长呢。你礼貌吗？过来，吃。对了。为了狗吃的，八条还是很卖力的。吃饱了就自己挑了个观景点，在这等着美人鱼。看小鱼的时候，有路人问八条是什么猫。其实之前评论区也总有人会问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能准确知道猫咪的品种。直接点我评论区，打开得物 APP，在探索里找到鉴别服务，选择宠物，然后按要求上传照片。得物上面有多位资深鉴别师，会根据图片对宠物的品种品相给出专业的点评，还能收获一张专业的宠物鉴别报告。等了好久，美人鱼终于来了，他还专门游过来和八条打招呼。不过旁边的小朋友突然尖叫，把八条吓了一跳。没办法，我们就在公园一直等到了晚上。这回我抱着八条看，避免再有突发情况。美人鱼小姐姐一下就注意到了八条，又来跟她打招呼了。八条作为美人鱼小姐姐的忠实观众，收获了好几个飞吻。在美人鱼游走前，八条伸出了它的爪爪，和美人鱼来了个击掌。这个画面真是太美了。这回八条算是心满意足了。八条，你最近脸盘子越来越大了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没有，你该减肥了。正好今天穿了从德物买的鞋子，可以陪八条跑跑。同款点我评论区还能领1000元优惠券。走了，八条。哎，干嘛？你这才跑几步啊，就开始趴下了？再这样下去，八条要变8戒了。带八条去挪威的这一路，我们都在追着太阳飞。出发的时候是白天，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了。等我们到法国巴黎的时候还是白天。短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又转机3个小时，我们是终于到了挪威奥斯陆。因为行李比较多嘛，都托运了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八条就跟着在旁边等行李。我感觉他好像会算数似的。搬行李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坐在旁边等，等都搬完了，他也就起身了。上。臭八条是真的很精，我跟他说上来，他就知道，可以不用走路了，就站在行李箱上让我推着他。可能是出来玩太开心了，上车去酒店的路上，八条还开始踩奶了。这15斤的肌肉猫踩在身上，那感觉真的跟按摩没两样了。到了，下车。刚下车，八条就被挪威的电车给吸引了。这车都开走了，他还在那盯着看。别看了，八条，明天带你坐电车去，走。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明天带八条坐电车去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像公园看看去。带八条来逛巴黎的奢侈品店。我们先是到了巴黎比较有名的老佛爷百货，商场是宠物友好的，我们可以牵着八条在里面溜达。我们去逛了很多店，像 LV、爱马仕、GUCCI、迪奥，去的每家店都是畅通无阻的。对于宠物的友好，不仅是店里的顾客，包括这些店员们也都超级喜欢。男孩子。后面我们还去了其他商场的奢侈品店，带八条进去都是没问题的。可能是八条太吸睛了，尽管隔了8500公里，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粉丝。
八条，小朋友，他谁都不怕，他哪里都去过。猫猫叫八条，驴的话也是把堵到了母上去，驴是个奴，驴是个母，猫吗？很萌的，很有名。多找几张，多按几张啊，随便多按。好的。最后，这位热心的粉丝姐姐还送了8条爱马仕的香水和丝带。哦，看来8条很喜欢这个礼物，一直在那蹭。买完东西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一只养在法餐店里的猫咪。这只猫在店里飞檐走壁的，客人都没有意见。大家对小动物的包容性是真的很高。而且我发现产自咱们大中华的狸花猫在这边是特别受欢迎，养的人真的很多。吃完饭出来以后，我们在路边又遇到了一只狸花猫。街上来往的人很多，它就乖乖地依偎在老奶奶怀里，能看得出它被照顾得很好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我是流浪汉，但我的猫不是。看到这个小狸花，突然很想咬咬。看来咱们是时候回家了。带8条到巴黎看埃菲尔铁塔。挪威的行程结束以后，我们打算从贝尔根坐飞机到法国巴黎。这个臭8条心是真的很大，都准备登机了，那么多人在排队，他还在旁边悠哉悠哉的采奶。我们一共飞了3个小时，到巴黎的第一站就是埃菲尔铁塔。拍照了8条，看我。刚拍完照，8条就在铁塔下面开始啃草了。出国这一趟，他算是把每个地儿的草都尝了一遍了。看完埃菲尔铁塔，我们又带8条去了卢浮宫。正往杜乐丽花园走呢，8条突然就被乌鸦给包围了。在他们的召唤下，这所有的乌鸦全都跑过来看8条来了。都来了，全来了，全来了。不仅是乌鸦，我刚带8条到水池边，那些鸭子也成群结队的跑过来了。可能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外国猫，所以比较好奇吧。但是等8条从车上下来以后，这群鸭子又都游走了。欲擒故纵这一套可算让他们给玩明白了。不知道8条身上是有什么特殊魔力。我们在路边吃饭的时候，那些鸽子也被它吸引过来了。当时我们正在吃薯条呢，然后小智干脆就开启了喂鸡模式。结果一直追着8条那几只乌鸦不乐意了。闭嘴！我嫌乌鸦吵，就丢了根薯条给他。结果他居然嫌我的薯条太硬，还放到水里泡软了再吃。原本还以为是巧合，结果另一只也跟着过来泡水吃。这不得不承认，乌鸦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后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些小家伙跟人类相处的都非常和谐，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，所以他们也都特别的放松。或许在他们眼里，人类就是会给他们薯条吃的大朋友吧。到挪威的第3天，我们带8条去看了海和雪山。车刚开到海边，8条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了。有时候真的感觉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像个小孩。因为害怕他冷嘛，我们就在挪威当地给他买了件防风衣。谁能想到，就这块布居然价值800人民币。哦，好漂亮啊！这是8条喵生当中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。结果8条走到海边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始啃草。海边的草不咸吗？8条，他就跟个好奇宝宝似的，一看到什么他都得凑过去瞅瞅。挪威这边的自然风景是真的很美，感觉随便截个图都能当封面。在海边待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开着车继续往山上走。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周围的景色也都变了。我们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想让8条下来看看雪山，结果他又顾着啃草。不过很明显，这边的草不好吃。8条，快看外面。看完雪山，还要带8条去坐轮船。这一路他都趴在我老妈的胳膊上看风景。等到轮船靠岸，我们就可以把车开上去了。刚从车上下来，8条就拽着我是一路往甲板上冲。明明他也是第一次坐船嘛，他就感觉他好像对路线特别熟似的。有时候我是真的感觉8条的胆子大的有点太过分了。这轮船的边我都不敢离得太近，但是他呢，就悠哉悠哉的走过去，还能把脑袋伸出去到处看。下船以后，我们又带着8条去体验登山电车。在这里有很多狗狗在陪主人一起排队，这边对宠物是真的非常友好，各种公共场所、交通工具，宠物都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登山电车，一堆人和猫咪狗狗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，就是特别和谐美好。登上山顶能看到好多好多大狗狗，每一个主人都认真负责地牵好了绳子，遵守规矩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每一个路人也都习以为常，这些狗狗就是人类世界里的一员。
没有一个人会向狗狗和主人投去异样的眼光。然后这个臭八条在他们当中挑了个儿最小的一个交朋友，看把人家吓的。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到了挪威贝尔根的一个小广场，这里的建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真的入口吧？对，是的，他们这儿肯定是真的。我们带八条在这里逛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，每家店对宠物都很友好。我们也在这里见到了整个旅途除了八条以外的第一只猫。She doesn't like that other people are in her store. Oh, yeah. 从小店出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街边艺人在作画，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，所以我们挑了几张。哪个？这个吗？那张，对，这个。回头直播的时候把它放到福袋里。接下来要带八条去法国巴黎了，期待一下八条在巴黎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吧。谢谢吧。挪威的乌鸦居然想吃八条。昨天刚到挪威，八条就被电车给吸引了，所以一大早我就带它来坐电车了。这边对宠物真的很友好，公共交通宠物也都是可以上去的。因为人口比较少嘛，哪怕在市中心也没有看到很高的楼，整个街道呢感觉都非常的空旷。大概是坐了20分钟的电车，我们就来到了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塑公园。这里的雕塑是展示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因为担心咱们有些家长认为裸露的艺术会荼毒自己孩子的眼睛，所以请原谅我就不能给大家展示太多雕塑的画面了。在这里，八条还交到了外国朋友。很明显，这位外国友狗有点害怕八条。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八条15斤，你们都不信吗？这回对比一下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吧？八条的体型可是比一般狗都大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一个奇怪的家伙。我带着八条找了一处很美的风景，想拍点视频，没想到就被这小家伙给盯上了。本来呢，我跟八条是很开心的在草地上跑的，结果这小家伙就突然跟过来了。而且我们就算换了地方，他还是在后面跟着。他就是故意过来的。他就是故意的。接下来整个公园的行程里，他都一直是跟在旁边，而且还叫来了很多他的小伙伴，一起冲着八条叫。乌鸦很聪明，他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，而且乌鸦还很欠。之前我就看视频，乌鸦特别喜欢咬别的小动物的屁股。哇，这乌鸦越来越多了。八条，你快点跑，他们要咬你屁股，快走！八条也怕被咬屁股。不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没有恶意的，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当然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，所以他们才不敢来招惹八条吧。时间长了，八条看他们就只会叫，就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，自己就该干嘛干嘛。出来的这一套，明显能感觉到八条特别开心，在地上都开始打滚了。难得看到这么大的草地，八条就激动地带着我一路狂奔。明天打算再带他去雪山附近看一看。之前我不是给八条整了个小推车让他拉东西吗？这个小车放在院子里，风吹日晒的，已经成破烂了。所以今天我打算重新做一个小车。之前那个小车啊，它用的那个木头不太好，特别容易坏。所以呢，这次我专门选了防腐木做材料，这样更耐用，在院子里风吹日晒的也不怕。小车做好了，立马就让八条试试，感觉还不错。前几天去展会，八条不是从品牌爸爸们那里挣了一大车的东西吗？我寻思也不能光让咱们院的猫在这享受了，正好今天这小车也做好了，让八条拉点猫粮和罐头分给小区里的小流浪们。不得不说，八条干这活来是真的很卖力。第一个流浪猫投喂点到了，这罐头一打开，我吓了一跳，寻思这肉怎么黑了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墨鱼味儿。现在出发去第二个流浪猫投喂点，看八条那样，尾巴翘得老高了，感觉他在炫耀自己有小车似的。终于到啦！这一到地方，八条赶紧趴下来休息。还剩最后一个投喂点了，可能八条也知道自己活该干完了，该下班了。这会儿跑得可快了。到地方喽！最后一个投喂点特别隐蔽，在最里面的角落里。虽然咱们院经常有小流浪来蹭饭，但是还有一些猫咪特别胆小，不敢来院子，所以这些投喂点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。给小流浪们投喂完，我也得赶紧带八条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八条，今天辛苦了，晚上给你煮肉吃啊。好的。
谁教你的啊？给我好好说话。八条也太社牛了吧！开车12个小时带八条来上海看踏博会，我担心八条会害怕，所以就找了个地方想让他先缓缓。结果人家直接跳下来上了个厕所，上完厕所就拉着我开始逛展会了。看来我这担心啊，真是多余的。踏博会的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连走路都绊脚。但是八条是一点都不带怂的，拉着我是到处逛，而且呢，哪儿人多他去哪儿。他这爱凑热闹的性格真是没谁了。在现场，八条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有一只小狗长得就像个棉花糖，看得出来他们俩互相都很喜欢。八条走的时候，这个小棉花糖还在屁股后面跟着。有一只小柯基跑过来就把姨姨给八条的冻干抢走了，这给八条气的，扭过头就开始拉粑粑。旁边围了一圈的人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八条不仅不害怕，而且他还不害臊。我们给粉丝准备了很多八条的小周边，大家一边领着八条的袋子，一边看着八条上厕所，这画面实在太好笑了。除了狗狗，八条还在这儿见到了儿苗，看到八条，一只小儿苗直接就冲过来了，可能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猫咪，所以很好奇吧。这个八条都已经看呆了，不过待会儿还有很多地方要逛，我就把他叫回来了。八条过来。八条营业真的特别给力，旁边围满了人，他还主动让大家摸摸。不过啊，这摸完必须得给吃的。这个小土匪直接把头都插到人家手机袋。他那么主动，所以这一路上也是收到了各种投喂。品牌爸爸们对八条也都特别好，准备了超多礼包，这满满的一大车都是八条赚来的，回家以后可以分给院里的猫们了。最后呢，还要带着八条和粉丝们合影。营业了一整天的八条是彻底累趴了，找了个角落他就躺下来了，喝水的时候他都懒得站起来。不过给院里的兄弟们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这一趟真的不亏了。挑战开车1000公里带猫去看展会，这个臭八条又想过来找我要吃的了。你想吃可以，吃完了以后陪我去上海看展会，好不好？为了吃什么都好说，快拿来。因为答应了吃完就陪我出门，所以穿背带的时候八条也特别配合。你还愣着干啥呀？走了。这个臭八条一上车就挑了个舒服的地儿开始睡觉，中间到休息站的时候又让他下车溜达了一会儿。他真的是个社牛，一点都不带害怕的，而且还跟个小狗似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溜达完回到车旁边，他又拉了个屎，真的是很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了。然后回到车上就继续睡，因为路上堵车，我们开了整整12个小时，终于到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踏博会见了。在小区里藏了1块钱，看八条能不能给我找回来。八条，你出去给我找这个东西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回来我就给你吃。好的，快走吧，走。走。开门。先到健身器材旁边找。没有找到就换个地方，来到大草坪上找，找到一个洞，先把头伸进去看看。嘿，你可真厉害呀，还真让你找着了。不过才1块啊，下次记得找大点的啊，听见没有？上午说要带八条去逛商场，他现在开始催我了。急的，你就那么想逛商场啊？是的。那走吧。到商场以后，可给八条高兴坏了，每路过一家店，他都得进去逛逛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还被粉丝给认出来了。啊，这是不是八条？啊，对，八条。我可以摸它吗？可以。刚开始我还担心，我直接同意别人摸八条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？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根本就是上杆子，
别人一摸它，它就得意的把尾巴往上一撅。逛累了，它就知道找我要吃的，补充体力。我吃饭的时候呢，它也特别乖，就像小孩一样坐在腿上等我。后面我们又遇到一只小狗，它特别喜欢八条，追着要跟八条玩。八条的脾气也是真好呀，人家都骑到它头上了，它都没生气。不过这小狗实在太热情了，八条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拽着我赶紧跑。走了，八条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最后商场都关门了，八条还恋恋不舍的想进去再玩一会儿。不过小孩就是小孩，再嚷嚷着没玩够，只要一上车就立马睡着了。你干什么？想吃啊？这会儿我一直在玩手机，八条等了半天，看我还是没反应，然后他就急了。八条特别爱吃这个兰氏的蒸鲜猫饭，它的肉泥质地特别细腻，更容易消化和吸收，里面有90%的肉含量，50%的高蛋白，零胶零骨零釉，一餐一包，新鲜不浪费。八条才刚吃饱就又跑按钮这来了，他是一刻都不带让我闲着的。是谁抽声？我在拍视频呢。好的。我又不是让你别出声。你吃也吃过了，还想干啥啊？你还想干啥？搁院子里玩不行吗？你真是个臭猫啊！你这啊，天天要求这么多，就玩一会儿哈。这次开了20个小时的车，带八条来了福建厦门。八条很清楚自己是来上班的，又是试吃又是测猫砂，格外的卖力。上班累了，他就回小车里采奶放松一下，然后喝口水休息休息。万万没想到，努力工作的八条居然还挨了一逼斗，直接都给他打成表情包了。后来我花了好几根猫条才把它哄好。在猫博会现场，我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上面画着八条、小胖和瑶瑶。瑶瑶生前经常带小流浪回院子蹭饭，可能是因为她自己流浪过，所以也想给别的毛孩子撑把伞。我们从来没有觉得瑶瑶真正离开了，这次来厦门，我们也带上了她。我们会联合赞乐品牌方，以瑶瑶的名义给鼓浪屿上的小流浪们捐猫粮，把瑶瑶的爱传递下去。直播完休息了一天，然后我们就带着八条坐船到鼓浪屿上给小流浪们送猫粮。万万没想到，淡季的鼓浪屿上也有这么多人。还好八条是个社牛，一路都悠哉悠哉地趴在小车上东张西望。走了一会儿，我们到了沙滩，八条赶紧从小车上跳下来。这么大的天然猫砂盆可给它激动坏了。不过文明小猫肯定不会随地上厕所的。小跳，猫砂盆在这儿，小跳，猫砂盆在后面，后面。等八条上完厕所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小院，这里有一大群流浪猫。哎呀，它很粘人哎，它好像厚脸皮子，它好像厚脸皮子，像不像厚脸皮子？它叫的声音都像厚脸皮子。当时来要饭的时候就是这个叫声。你好像厚脸皮子。这个小院里，猫咪们的花色特别全，有橘猫、三花，还有小黑猫，甚至连雀猫都有。我还在院子门口发现了一只特别的小黑猫，它的毛发在光线下会发出红色，黑而红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玄猫了。我真没想到鼓浪屿上的小猫居然都不怎么怕人，看到我们靠近的时候还会主动凑过来。团伙打劫了！都说白猫的地位低，确实是很明显。其他猫都在吃东西，就这个小家伙在旁边坐着等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单独给他喂了好几根猫条。投喂完它们，我们还要接着去鼓浪屿上的流浪动物救助点，之后还要把猫粮都送到那边去。走了好几个小时，真是累得不行。这个时候太羡慕八条了。终于到了，
这次我们会联合赞乐品牌方以瑶瑶的名义向鼓浪屿上捐赠562万克的猫粮，其中包括大家在直播间里辛苦点的520万赞，以及线下积攒活动将近40万。我们真心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，可以带动更多有爱心的人来关注、保护流浪的毛孩子。我们相信爱会一直传递下去的。八条收到了挪威大使馆的邀请，这是忙着洗脸呢。洗好了吗？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好的。我这回真沾你光了是吧？这一路八条都洋洋得意的，一直探着脑袋往窗外看。开了8个小时的车，终于到挪威大使馆了。不得不说，八条这见过世面的胆子就是大。挪威吉祥物那么大个儿，冲着八条跑过来，八条也没害怕。哦，摸摸。北京的温度还是很低的，虽然给八条穿了羽绒服，但也怕它冻着，我们就躲到了帐篷里。结果八条一进帐篷就开始上厕所。你这个臭眼睛都条了，好臭啊，八条！最搞笑的是，挪威大使馆的参赞顶着臭味过来给八条喂了一根 WeCare 磷虾油功能肉条。肉条里的磷虾油是挪威阿克海洋生物公司提供的，所以这次八条也收到了挪威大使馆的邀请。很多粉丝知道我们来北京都想见八条，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见面会。真的没想到工作日的晚上还能来这么多人。不过这对八条来说也算是小场面，他带着我就往舞台上跑，还跟走秀似的从舞台后面一直走到前面来跟大家打招呼。现场来了这么多人，我跟小智还有八条就都分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节目。谢谢你。看飞机轰的一声去，月像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悄然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。谢谢。轮到八条了，在舞台上也要拉。这个臭八条是真不把大家当外人。在哪儿都拉呀，在哪儿都拉，在哪儿？八条的节目表演完，我们还和大家一起玩了游戏。万万没想到，大家玩游戏这么厉害，差点就给我累断气了。萝卜蹲完，蓝萝卜蹲，萝卜蹲，萝卜蹲，黑萝卜蹲完，红萝卜蹲，萝卜蹲，萝卜蹲。萝卜没蹲完，小峰先走了。跟那么多有爱心的人在一起，真的很放松，也很开心。回看视频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期待跟大家的下一次见面了。又是让八条帮我取快递的一天，我可真是太难了。我一共是养了6只猫，最近我突然发现家里猫粮吃的贼快，尤其咬我一口那个小单间里面，一天就要加好几遍粮。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我连着看到好几只小流浪，那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我这猫咪小院被他们当成自助餐厅了。这导致家里的存粮很快就消耗完了，所以我就赶紧买了一点，这才让八条过来跟我取快递，因为他可以帮我拉小推车。猫粮来喽！这个猫粮是肉包肉的设计，能看到每颗猫粮上都裹着冻干碎，猫咪看到就馋得不行。它里面有高达82%的肉含量，零谷物、零诱食剂、零肉粉，还特别添加了200亿活性生菌，呵护猫咪肠胃。看它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就又倒了一点猫粮放到屋顶上，这样那几个小流浪跑过来的时候就也能尝尝了。毕竟天越来越冷，有足够的食物也就能帮它们撑过这个冬天吧。八条不是特别喜欢拉小推车嘛，没事还能帮我拿快递啥的。自从我在院子里给他盖了个小茅屋之后，你们都说那个小推车已经配不上他了，所以这个新座驾总能配上他了吧？感觉八条现在心态都不一样了。先让八条在院子里熟悉一下他的新车。走吧，出去试试吧。走起。看八条那小样，坐上新车立马开始威风起来了。等他熟悉完之后，还能开车带着我一起走。这回再让他帮我取快递，我就不用再心疼他拉小推车太辛苦了。大玉米旁边办了个宠物展，是能带宠物进去的。
这种场合怎么能少了八条这只社牛猫呢？终于进来了，先带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门口这边有一个宠物套圈，待会儿可以给八条套点零食回去。展厅最里面有猫咪比赛，感觉各种各样品种的猫在这都凑齐了。这个是狼猫，长得好独特，就是有点不好看。这个品种没见过，大家如果知道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。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的玩具虎，看它身上的花纹就像老虎一样，非常特别。玩具虎开始比赛了，想象一下遛这样一只猫出门肯定超级拉风，但是这个品种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贵。因为我们来的太晚了，八条已经参加不了比赛了，所以我就带着它，他带着我到处溜达。这八条逛展会跟回自己家了似的。你咋见人摊位就往里钻呢？而且他主要是见猫砂了。看了猫砂想试试。对对对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脸皮厚到自己去找别人要吃的，直接跳人家凳子上去了。你说这样人家能好意思不给他吃吗？八条脸皮真厚。然后八条在这儿还成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你们家猫咪胆子好大呀！其实是脸皮厚。然后八条交友还是有原则的，他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狗狗交朋友，像这种体型大的狗，他根本就不搭理人家。他还特别爱凑热闹，哪人多他往哪儿钻。你这爱凑热闹。你好，咪咪，来进来。你这个样子。你的猫可以放进来玩，没事。我怕它欺负小周。它猫打不过它。啊，是吧？对，猫打不过它，是吧？对。你看他还真是的，你看给他吓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最爱看那种遛猫，遛猫真帅啊！今天也逛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家喽，拜拜。今天让你们看一下八条是怎么帮我拿快递的。上车，走喽。到驿站了，取完快递，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八条了。八条是认路的，所以我基本不用管他，他自己就会拉着小推车往家走。遇到这种小台阶就得帮他推一下，要不就说八条聪明呢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拉着小推车，所以不会从草地上走，而是走旁边的小路。因为单元门长得都一样，所以这里他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不是我们的单元，就继续往前走了。就要到家了，明显八条开始加快脚步了。这里八条判断失误，拉着小推车就要爬楼梯，结果发现上不去，就带着快递找电梯去了。帮他按一下电梯，到家喽，嘿嘿。